好，开始今天的直播，大家晚上好。咦，好像屏幕上有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不是？嗯，这儿呢？嗯，我怎么这样的？对，咦，我怎么觉得我不是全屏啊？现在是全屏了，刚才怎么觉得好像缺一块似的？好奇怪。把脑袋对准，然后背景。对，换一个背景，眼镜。哎，这是什么啊？圣诞气氛啊，这个是叫做谁来着？这个是 StreamYard 给我们加的圣诞氛围组啊。好吧，我们就不要圣诞氛围了。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在开始之前呢，我可能还需要稍微的1分钟啊，就是我需要把这个内容发到推上，因为今天确实是稍微的有那么晚了一点点。那然后好，大家晚上好啊！这个看看有人点赞了，欢迎。这个博通跌惨了，说明谷歌的 TPU 是白菜化了，反而利好谷歌啊。这个博通呢，它干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它几大的这种客户吧，谷歌肯定是最大的一个，但是谷歌呢又去跟别人眉来眼去的，所以这就不太好搞。周末好，周末好。你好，你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准备开始节目了。今天的内容呢，我们是要讲一下谷歌为什么就又行了的事情啊。这个，再等我1分钟，我现在的屏幕好像有一些问题，字特别小，我得看。哎，好像这样可以把它放大。我想起来了，我得想办法把这个字儿变大一些。现在有一点点老花眼。哎，这样是可以的。好吧，先开始讲今天的内容啊。这个，谷歌的价值被认同啊。这个今天主要讲这个。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啊。咱们今天讲一讲谷歌的价值被认同，不仅仅是因为 Gemini 3和 TPU，更重要的是谷歌为 AI 后的时代指明了方向啊。这个指明方向这件事儿还是可以讲的啊，至少说在谷歌身上问题不太大。谷歌的价值在上升，在美股七姐妹中算是一枝独秀了。这个里边很多人认为是 Gemini 3遥遥领先，以及 TPU 终于打破了英伟达的垄断啊，以及 OpenAI 的泡沫越来越让人担忧啊。这些呢，其实只是表象。AI 不但没有杀死搜索和广告，反而让广告商的收益上升了。这才是关键。以前大家都在担心一件事情，就是
搜索，我们输入关键词，然后得到一大堆网页，在网页的这个缝隙里头插入广告，然后再去点击其中一个网页，再进到网页里边去看到很多的广告。原来它是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在 AI 出来了以后，包括我在内啊，都在担心说，哎呀，这个完了呀，以后 AI 只生成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它就没有搜索的过程，你没有那么多地方放广告了，也没有需要点击跳入其他网页的这个机会了，对吧？那这个整个的广告就全废了呀，甭管是搜索广告还是跳出去以后谷歌的 AdSense， 这些就都没有了，对吧？所以当时一致大家认为是，AI 会干掉谷歌啊，会把这个广告整个干掉，甚至呢，这个谷歌也拉响了红色警报啊，还有 OpenAI 他们去发明了这种$20一个月啊，以及花钱买 token 的这种商业模式。这个其实从它开始那一天啊，就是从 OpenAI $20一个月收钱那天开始，我就讲过，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有毒的商业模式，这事儿是错的，对吧？为什么？因为$20是死的啊，每个人就交$20，而广告这个数是活的。对吧？它可以不断的刺激我买东西，不断的让我去在购物的过程中啊，让他的广告主给他支付广告费用，这个数是无限的，而$20这个数是有限的啊。当时我们当时我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但是呢，从来没有想明白过，说 AI 时代以后这个广告和搜索到底怎么活下去啊？这个事儿没想明白。但是呢，现在谷歌和美塔的财报都证明了，他们的广告收入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上升。特别是以谷歌的这个财报更为明显，因为它的上升比例其实没有美塔高啊，它大概上升了12%，美塔大概上升了26%。但是呢，谷歌本来份额就大呀，它是老大，对吧？它还能上升12%，而且谷歌是搜索广告，而美塔的话很多是社交广告，对吧？所以美塔的那个呢也不是那么明显，但是谷歌这个真的是为未来指明了方向。谷歌2025年 Q3的财报，搜索广告收入上升了15%，YouTube 广告收入上升了15%。其实 YouTube 广告收入上升这件事呢，大家是可以想到的，对吧？这个毕竟是转到媒体，转到社交媒体，还要加上 YouTube Shorts 要去跟 TikTok 讲份额，对吧？所以它的广告收入上升，大家能想到。但是真没有想到，搜索广告收入居然也上升了15%。但是呢，有一项是下降的啊，就是网络广告下降了。什么是网络广告？就是 AdSense 那部分下降了3%，总体上升了12.6%啊，这个是确实让大家眼前一亮。谷歌原来一直担心 AI 会杀死搜索啊，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谷歌做了一个违背祖训的决定啊，大家注意啊，所有违背祖训的决定最好由谁来做出呢？不是不孝子孙啊，而是由祖先自己来做出啊，所以这个决定大概是谢尔开布林自己做的，对吧？那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违背祖训的决定呢？以前的谷歌要求大家是什么？尽可能快的离开，对吧？你如果在谷歌页面里停了很长时间，说明什么？你没找到你要的东西啊，所以你越快的离开谷歌，就说明我提供的服务越好啊。这个在以前的谷歌很多图书里面，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文章和演讲里边，都在讲这件事情。但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啊！你在谷歌搜索里的可以待半天啊，他们现在把这个事给你做反过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开了 AI 搜索，开了 AI 模式，你可以在里边跟他聊天了，对吧？所以谷歌现在不再追求让用户快速进入、快速找到答案、快速离开这件事了，而是让更多的用户时长留在谷歌的 AI 搜索和 AI 模式里头。搜索的目的本身就不是找到网页，而是解决用户的问题啊！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儿。原来说我们在搜索完了以后啊，你查广告，点击到网页里头再看广告，原来是这样的模式。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直接解决用户的问题啊，你还要让用户跳到网页里边去看去。现在不用了啊，我直接给你把问题解决掉。那在这个过程中，我直接给你看广告就完了。用户留下来了啊，用户时长上升了，那么更多的广告就有了展示的机会。原来你没有那么多展示机会，像我们以前搜索谷歌，可能撑死了看1页啊，有的看2页，也就这样了。所以你说他能给你看几个广告？看不了几个。
但我现在呢，在谷歌 AI 模式里头跟他扯半天，对吧？那就很多很多的搜索就都很多很多的广告就都展示出来了，找到了答案了啊，这个也点过广告了，那就没有必要再跳转到目标网站瞎浪费时间了嘛。这个也是如此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 ？AdSense 的收入在下降啊，下降了3%。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再辛辛苦苦做网站，然后想去靠 SEO 再把这个钱挣回来，已经比较难了啊，因为现在确实跳转的少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啊，都在咱们自己这儿啊，都在谷歌自己这儿把这钱挣完了。这点呢，有点像百度啊，百度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你在百度搜索看广告。点击了去百度知道，去百度贴吧，接着看广告，而且都是百度自己家的流量，对吧？谷歌呢现在说，哎，我也照这学啊，你们都别走了啊，在我这儿把这个答案找到了，然后把广告看完了，你们再走啊，不要去其他任何网站了啊，这就是谷歌干的事情。那很多人说，谷歌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对不对？臭不要脸的啊，不是这样的啊，事情没有这么简单。AI 时代到来了，最关键的问题被谷歌找到了解决方案。AI 时代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 AGI 吗？是什么 ASI 吗？什么超级人工智能吗？都不是啊。AI 时代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 AI 到底怎么赚钱，以及 AI 之后的时代大家到底怎么过日子。这个答案现在被谷歌给带出来了。到底怎么做这件事儿？有些人在设想工作是可选项啊，马斯克说的时候，你想工作的工作，不想工作拉倒吧。啊，还有人再去设想全民发钱啊，这是山姆奥特曼想的啊。当然，马斯克想的要比他好一点啊，要发很多的钱，大家都是富翁，想怎么花怎么花啊。这个在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比较难以想象的啊，这是人类所难以想象的未来生活方式。为什么呢？钱还没发下来呢 ，AI 公司也还没挣着钱呢，我先失业了，对吧？现在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 AI 是泡沫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你说了半天啊，吹了半天牛，最后你也没挣着钱，还把大家的工作搞没了，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谷歌的解法是什么呢？还是广告变现。但是 AI 时代了，广告又往前进了很大的一步。进了哪一步呢？在互联网到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经历了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叫长尾现象。什么是长尾现象？原来我只有做的最好的那一两样东西能卖掉，啊，那些小众需求的这些东西呢，他们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头去流传啊，它不可能说我在全世界范围内去卖一些很小众的商品，啊，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件事是不存在的，啊，这种小众产品我们就叫长尾啊，就是你搜索一开始是比较高的，然后它是这样慢慢越走越长的一条这样的一个曲线啊，那么现在后边这些都有销售的机会，这就是长尾现象啊，包括像淘宝啊、亚马逊啊，都得益于长尾现象，对吧？像我们讲 Costco 啊，这个只有几千种 SKU，这个山姆可能是稍微多一些，对吧？沃尔玛啊，不是沃尔玛，是那个家乐福啊，大概有上万种 SKU。为什么大家都在说越好的是这个超市里的 SKU，就是商品的品类越少呢？就是我替你挑了，你不用挑了，对吧？那你想他挑的就一定那么好吗？就一定满足所有人需求吗？其实不一定的，对吧？但是你要有了淘宝了，你淘宝里有多少 SKU， 想都想不出来，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做的，对吧？这是淘宝最早的广告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只要你想到的啊，或者你没想到的，他全卖啊。那么这就是长尾现象啊，因为互联网给了大家无限的空间。无限的这个位置，你可以去摆这个商品。那么最后我们是靠搜索，是靠推荐来去找到这些商品的，啊，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一个变化。那么传统广告的投放呢，还是要稍微有一点点小麻烦的啊。跟大家讲一下传统广告是怎么投放的。首先呢，你要有一个商品了，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要卖一东西，然后呢，要选择关键的卖点和这个关键词，我到底要宣传什么？啊，在这一点上，雷军还是比较强的啊，经常讲一些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把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东西，然后吹得天花乱坠，然后大家迷了马虎就去买啊，这是雷军的本事啊。但是呢，你也要承认这东西确实是本事，对吧？几个小时卖20万辆车这个事儿，别人都没干过，他干了，
对吧？这个确实是本事不服不行啊。想到了这种卖点和关键词以后，下一件事干嘛？叫制造相应的素材，对吧？我不能说我这个卖点是什么，比如说2200兆帕的什么超硬钢啊，这个东西是卖点了，那你这是一句话，对吧？你最后还是要把它做成图片，做成视频，然后呢，这个图片还分不同的尺寸和大小，对吧？因为你最后放到网页的不同位置上去展示的话，啊，它对于你这个素材大小是有要求的，有的是要求一长长的一溜啊，有的要求竖的一溜，还有的要求是一小方块，对吧？你要把这些素材都做出来，而且这些素材呢，你每过一段时间，大家会有审美疲劳的，你还要做新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制作素材的过程。再下一件事该干嘛？该花钱了嘛？那就像广告平台，就像谷歌这些公司充值啊，要把钱充进去，然后呢设置预算啊，不是说我把钱充里头，你给我花就完了，你要设置好说啊，我这一个广告的序列啊，准备花多少钱啊，然后设置好预算了以后，谷歌呢才会在里头去扣钱啊，它会在你预算之内去扣这个钱去。再下一步是干嘛呢？设置投放的范围啊，我到底出多少钱来投放？比如说啊，每一次展示我愿意出这个0.1美分啊，这个实际上就是1CPM 1000次展示是$1了啊，或者说我出10美分啊，那它等于就是1000次展示就是这个那就很贵了，那这是10美分的话就是$100了啊，那个稍微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就是你还是要设置一个范围啊，因为什么呢？大家这个就是谷歌的这个推荐引擎，它会去到广告库里去比价格，谁出的价高，我先放谁的，对吧？但是呢，你也不能无限出下去啊，出多了以后你会亏钱的，所以你要有一个出价的一个设置，然后呢，要设置覆盖范围啊，我就投手机的，我就投 YouTube 的，我还是投别人的那个什么搜索页的，我投什么东西，我要自己去挑这个东西，然后我只投印度的，我只投美国的，我投什么啊？你要设置范围，然后呢，还要设置一些这个，比如说我只投男的、女的、多大岁数的啊，然后有什么样的这种条件呢？你可以去设置啊，这是设置覆盖范围。然后呢，是选择这个竞价的一些关键词啊，人家搜哪个词的时候，我要冲上去参加这个竞赛啊，这个它是要设置这一大堆东西。然后呢，广告平台接到广告展示请求了啊，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位置，现在需要一条广告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请求发到广告平台去，然后呢，就要跟刚才我们设置这一大堆东西去匹配了呀。啊，当然匹配之前还要干嘛呢？广告平台会先搜集广告展示机会的各种基础信息。啊，我现在要展示一条广告，那要告诉人什么呢？用户画像嘛，这是男的女的呀，多大岁数啊？他是在手机上看的还是在哪儿看的呀？对吧？他在干什么呢？他手机上装什么别的软件了没有？这个人是不是有钱呀？喜欢什么东西啊？啊，说好听叫用户画像啊，说不好听叫用户隐私啊，就是广告平台要把这些信息收集起来，然后呢，到广告库里去搜索啊，说这个位置应该摆什么样的广告啊，然后呢，这个什么样的广告可能是人家更喜欢买的。啊，搜集到一大堆广告以后啊，去进行竞价排序，找一个出价高的把它放上啊，做展示啊，展示完了以后啊，从这个展示了谁家的广告，从他的预算里头给它扣掉啊，这叫消耗预算，这就是一个传统广告这个运作的方式。所以呢，传统的这个互联网广告的门槛还是挺高的啊，这个能够找到卖点。能够做策划的人价值就很高啊！中国人的传统技能就是做素材，对于老外来说基本上就是噩梦啊！老外经常是做一套素材用1年啊，咱们是可能一天就是几百套素材，一个月能上万套素材出来啊！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套素材？因为你每上一套新素材啊，用户会有新鲜感啊，转化率会提升的啊！对于老外来说呢，他们就不费这个劲了啊，做一套，然后仔细审核完了以后去上，啊，当然我觉得还是咱们这个效果更好啊。然后投放优化的过程，你说我怎么投能够让更多的转化率能够买我的东西呢？对吧？或者怎么投放能够优化转化率呢？啊，这个是必须要真金白银去磨的啊，要去训练的啊。像原来我也经常讲说，你没花过1亿美金，别讲这话。很多人觉得我可能开玩笑啊，这不是个玩笑，这个你在这个圈子里头真正做出来，大概都得花这么多钱。而中国人的超级极限玩法啊，成就了谷歌、Meta 啊。什么是超级极限玩法？就是我们在所有的利润啊，我们把所有的利润都投成广告啊，1分钱都不剩下来，甚至还亏钱去投广告啊。这件事情老外是受不了的啊。但是呢，
谷歌和美塔这样的广告商是很喜欢的啊，他们这些广告平台非常非常喜欢中国人。卷嘛，对吧？我们去内卷嘛，我们不需要利润，我们只需要把别人干死啊。我们活得好不好我不重要啊，我们活得好不好不重要啊，我要你死啊，这就是中国人玩这套东西啊，这就是传统广告啊，它门槛非常非常高。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几个新的场景啊，这就是 AI 来带给我们的广告新场景。第一个场景，小众的手做香水啊，有一些香水是手工制作的，那商品呢肯定是一个非标准化的商品。手做香水啊，比如说叫雨后柏树冷杉潮湿泥土啊，叫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文案呢像诗一样啊，不是按照前中后调的标准去写的啊，这个你要原来那种方式你去给它做广告投放，这时候没法投放，对吧？那么用户呢偏好的信号可能广告平台也收到了最近呢在搜索冷感木质香啊，不甜不腻。雨天味道啊，那么他在 YouTube 里头正好有一个展示机会了。比如说啊，这个人搜索完了以后来看，老范的这个叫做视频来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个推荐香水的机会给他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AI 呢就会去匹配了啊，它会从商品的页面文案里头，包括配图和评论里边抽出来木质、冷感、雨后。低甜等等这些词，然后呢，它自动的生成一个素材，就直接给用户看了，看完了以后就有可能能够促成一个交易啊，这是真正比较有意思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案例啊。第二个场景是什么呢？有些极窄人群的跑鞋啊，比如说某个商品吧，就是某小众品牌的跑鞋啊，主打的是前掌落地、低落差啊、宽旋啊。页面写的很散啊，参数也不全。用户的偏好呢，比如说在谷歌上搜索了啊，我前脚掌跑步的这个膝盖不疼的鞋啊，或者是宽脚跑鞋啊，他会搜索这样的词啊。最近在地图上还搜索过半马训练的路线，那么这些数据被谷歌找到了，那它就会去进行匹配了。从跑鞋的测试文章、用户评论里边补全啊，这个宽旋。低落差、缓震偏硬啊，这个，并且呢，识别用户是训练型而非潮流型，那么它就会自动的去生成广告啊，直接给出宽旋、低落差、前脚掌更友好、半马训练项，因为这个用户自己搜索过半马训练这样的词啊，它就会根据用户搜索的这个一些记忆吧，直接给你生成。对应的广告，那这个广告转化率就会非常非常高。还有啊，比如说宠物定制的这种去过敏的粮食啊，就是宠物粮。比如说有一个商品，单一蛋白，没有谷物啊，还有低致敏，但是商家只写了一个毛孩子吃了就不挠了。用户的偏好是什么呢？他跑去搜索去了，说我的猫啊频繁挠耳朵，换猫粮软便怎么办？在论坛里头看到了敏感肠胃猫粮啊，这个是谷歌搜集到的信息。然后这个时候 AI 又在干活了啊，就把这个挠痒软便映射到了低敏映射到了敏感低致敏单一蛋白上啊，并且把无谷成分透明作为卖点啊，这个卖点等于是 AI 替你找到了，然后制作了一条广告素材。说强调单一蛋白加上低致敏试吃装，而不是泛的告诉你说猫粮打折这件事儿，对吧？那么这就是一些场景啊，一共很多场景，我就不一一跟大家分享了。那么这些场景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在 AI 时代，我们会迎来比互联网时代更长的长尾，对吧？互联网时代就已经很长尾了，但是 AI 时代里头会有非常非常多小众的需求被满足。对吧？那么充值跟预算你还是必不可少的啊，因为谷歌不可能说我白替你做广告，对吧？所以你还是要到谷歌去充值设置预算。但是呢，谷歌会干嘛呢？叫商品自动入库。你只要说我同意了，这商品可以入库了，那么谷歌就直接把你的商品库全都扒走了，然后根据你的商品的各种描述，甭管你写成什么样了，包括这个你的用户的评论啊，通通都拎出来作为你的商品特性。
啊，算是入库了。然后呢 ，AI 系统会自动的总结关键卖点和差异性，通过将用户留存在搜索页面上的这个提问信息啊，包括把用户滞留在 AI 功能里头去，这个可以进一步的了解用户的属性啊，包括用户的各种长期记忆，对吧？原来你想这个谷歌对用户的了解是很少很少的，对吧？你在里头搜一个词马上就离开了，现在你跟他的 AI 聊了2小时了，甚至你可能跟他聊了1年了啊，而且他把你各种的信息都给你进行长期记忆都记下来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给你做推荐，那玩意儿得有多准啊！这个以前虽然也算是在用户隐私的边缘上疯狂摩擦，但是谷歌对于用户意图的理解是非常片面的啊！你对用户意图理解不清楚的话，就会浪费广告展示机会，对吧？现在的话 ，AI 系统绝对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自己啊，这个是一定的。更多的广告展示机会就来了，对吧？因为用户被留存在搜索和 AI 聊天窗口里了，你就有很多的广告展示机会啊，要比原来谷歌获得广告展示机会要多得多。更大的参与竞争的啊，或者叫参与竞价的商品池也得到了，对吧？原来呢，你每一次有广告展示的时候，只有很少一部分商品是能够落到你这个竞价系统里头去，然后去比一个谁出的钱多。现在的话，等于说，哎，我不用你们去想这个卖点，也不用你们去做素材，我替你们搞，对吧？那这个可以参与竞价的商品一下就变多了，那他就可以挑一个更贵的啊去给你展示，对吧？我挣到更多的钱，不需要再设置详细的投放参数和范围了啊。原来我讲了说我们需要投放搜索页啊，还是 YouTube 呀，还是什么？你原来要设半天，现在不用了啊，你就不用管这些事情。由 AI 系统直接搞定啊，我替你去决定投到哪儿去。那你说我原来没有给做视频，我没有做图文，我没有做这个适合大小的图怎么办？这不用费劲，谷歌替你做，对吧？他给你把所有信息找齐了以后，给你做视频出来，甚至说你原来是给过这种图片的素材，对吧？它自动给你把图片素材给你变成视频，然后插到 YouTube 上前面去，对吧？这个事情甭管是VU 3.1啊，还是 Nano Banana 啊，干这事儿都轻车熟路啊，没有任何问题，极其精准。那么更多的、更具有用户喜好的，更针对用户喜好生成的这个广告素材啊，也就有了。中国人的传统技能啊，护城河被拆了啊，原来这是咱们靠这个就是低工资、靠勤奋啊做大量的素材。现在呢，谷歌说别费劲，我替你做啊，我这比他们还便宜。那么 AI 系统会自动的生成一大堆素材，而且可以进行更精准的匹配，更高的可以实现更高效的投放。因为展示位置和机会是有限的，即使是展示机会变多了，依然是有限的。那么更高的广告转化率，就是我售了1000次广告，我到底卖掉了几样东西，这个事儿才是最关键的。对吧？当你的广告转化率上升了以后，广告主就会愿意为你的广告设置更高的单价啊，因为我把这个价格设上去了以后，我真的转化率上去了啊，那我就最后核算到每一个交易上的成本就会下降，对吧？那他就愿意给更多的钱来去设单价。从谷歌的财报上呢是可以看出端倪的了啊。它的整个的 CPC 涨了7%，什么是 CPC？ 就是付费的有效点击，对吧？它不算展示啊，你展示了以后没人点它这事儿不算，只算点击涨了7%，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对吧？总收入涨了12%，那多涨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涨价呀，对吧？你既然有效点击涨了7%，总收入涨12%的话，那就是广告单价上升了。广告主为什么愿意支付更高的广告单价？因为每次展示的时候，参与竞价的商品更多了啊，你付出更多的钱，你竞不到这个位置，而且转化率也更高了啊，你花了钱以后你能挣回来啊，它就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今年黑五的战报上也可以看出相应的差异来啊，美国黑五的战报今年特别有趣，订单量下降了1%，但是平均价格涨了8%，
对吧？这是什么意思？就是黑五卖掉的东西就是钱更多了，但是东西更少了啊，每样东西都变更贵了。那你说为啥呀？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啊，川大爷玩关税战啊，但是呢，关税战给价格带来的平均涨幅是4.9%，剩下的3.1%啊，或者3%左右的这个价格涨幅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商家当利润揣口袋里了？不要太天真，对吧？卖东西的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挣出来利润哪舍得往自己口袋里装啊？都给谷歌了，都给美塔了，都去交广告费去了，对吧？这才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更多的高端的小众的消费啊，他们这种消费需求被挖掘了出来。穷人可能更不舍得花钱了，但是中高收入人群的小众需求更好的被满足了。那种啊，不要599，不要499，只要99这种同质化的套路，这个所带来的这种大量的冲动消费、购买无用商品，这些量变少了，而那种小众的啊，非常精准匹配的这些商品和服务被谷歌挖掘出来，然后去进行广告展示，去进行交易的实现和交付了啊，这才是这一次啊黑五和包括这个前面谷歌的这个财报所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谷歌的价值呢，其实我们应该分3层去理解的。第一层呢是谷歌的 Gemini 确实遥遥领先了 ，TPU 也确实是实现了全生态，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向 OpenAI、美塔以及 Anthropic 啊进行溢出了。原来只用谷歌自己用啊，现在这些人都表示说我也想用啊，这个就已经是在英伟达的护城河上啊砸了一根钉子了。巨大的用户量和广泛的用户场景正在快速的被 Gemini 渗透。刚有 AI 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 AI 出来了以后，我们应该把所有的服务、所有的应用都重做一遍。谷歌说，那做吧，对吧？它有安卓啊，有 Chrome， 有这个搜索，有 YouTube， 有 Gmail， 有 Workspace， 对吧？还有翻译，还有像 Notebook LM 这种新的产品。那咱们就用现在的 Gemini 3 Pro、Gemini 3 Flash、Gemini 3 Pro 的这个 image 啊，也就是 Nano Banana Pro 这些产品啊，但这些大模型都冲进去啊，挨着个的给我改一遍啊。谷歌现在正在用自己的 AI 的大模型啊，把所有产业链上啊，或者所有用户场景的这个都重新做一遍啊，这是他现在在干的活，而且每一个啊这个场景的应用都会给谷歌带来巨大的用户流量啊，以及用户留存啊。那么用户留存会带来什么？广告展示嘛，对吧？我已经停在比如 Gmail 的这个页面上停了20分钟，我在处理问题，那旁边是有广告看的，而且他这么懂我，对吧？这个我有可能一时手痒就又买了点什么回来啊，他是这样来工作的。所以这是它的第2层啊，就是第一 Gemini TPU， 第2就是用户量和用户场景。第3层啊，就是今天咱们讲这个底层逻辑啊，就是谷歌的底层逻辑从岌岌可危到了重新被验证，所以现在谷歌的整个的逻辑被重新验证了。原来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只要 AI 起来，谷歌你一定完蛋，因为搜索完了啊，因为这个你整个的这个广告联盟都完了。现在看的广告联盟确实是完了啊，但是搜索广告起来了，而且广告还是未来的方向啊，这是真正谷歌这一次验证的东西。那么 AI 时代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我相信大家还是要去努力工作的，更多小众的细节的长尾的交易将得到这个推荐啊，将被发现，并且有交付的机会。人们能够消费的物质不会上升了啊！你到底吃多少大米，到底穿多少衣服，到底开多少车啊，消耗多少钢铁，住多少房子，这个东西不会无限制的上升上去。真正在消费价值中不断上升的其实是内容。这个内容包括什么？包括你们现在在看我 YouTube 的节目，对吧？这就是一个内容。我做了，你们看了，广告也播放了，
相应的交易也被执行了啊，那我就分到钱了，对吧？这就是一个过程。所有被传播的内容都会被标价进行售卖，大家买到的东西会越来越贵啊。这个因为你 GDP 上升了嘛，你吃的粮食不会变多，但那怎么办呢？只能让粮食变贵。那多出来的钱是什么啊？多出来的钱就是广告费。那么广告哪来的啊？他比如说付给我啊，付给老范，说你去做个 YouTube 吧，然后做个直播，我来分给你，然后我去给你看这个大米的广告，然后大家把这个更贵的大米买回去了，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广告费会分给这个内容创作者。人们呢，在 AI 的帮助下，可以做出更多差异化的商品和服务啊，比如说原来只有这个有版号的人能够出版图书啊，后来这个有了这个起点中文网了啊，那么有110万个写手坐在里头写网络小说。现在有了 AI 了，那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可以写出自己的小说来。而且我们的小说不需要很多人看，我们的小说可能我写完了以后有个几百个人看，几千个人看，哎，我就可以把这个钱挣回来了，对吧？还有人在这个里边放了广告了，我还这个促成交易了，我也可以把这钱挣回来。它以后可能会变成这样，就更加长尾，更加碎片化啊！而且这些碎片的内容依然可以在整个的互联网里边去进行流传，更多的附加价值会被附着到商品上去啊，就是商品本身的价值也就这样，剩下就是附加价值，给你讲故事的价值啊，人们也可以更精准的消费到这些商品和服务。AI 让以前无法实现的生意可以实现了，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啊，这句话是马云给阿里定的口号啊，就是他们的 slogan 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AI 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往前走。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呢 ，AI 是可以取得相应的利润，而且这个利润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个月交$20那么点钱啊，一定是无限可以放大下去的这种利润。还记得前面我讲豆包手机那期吗？目的跟方法是有差异的，对吧？微信是个方法，跟人聊天才是目的。谷歌也终于搞明白了，他们要实现的目的是交易，而不是搜索。交易与交付啊，才是最终的目的。原来的搜索仅仅是方法 ，AI 会改变方法，但是不会改变目的。当我们无法消耗更多的粮食、衣服和钢铁之后，就消耗围绕这些东西的故事和内容，这就是 AI 最擅长的事情了。AI 不仅仅擅长编故事，还擅长进行非标准的匹配。对吧？非标准、非格式化的这种故事，我怎么匹配上去？我现在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它到底应该给谁看啊？这是 AI 擅长的事情。AI 做了匹配以后，就可以将故事以及附带在故事上面的交易做完。原来的方法崩塌了，就是搜索以及让你到网站上去看广告，这个方法已经崩塌了，被 AI 颠覆了，很多人失业了。需要探索新的方法。创作更多新的故事，做更多新的服务或者更小众的服务。原来很多小众的服务你做起来是没有意义的啊，因为你身边的这个消费群体根本就支撑不起来你。但是现在我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去推广这些小众的服务，那么重新加入到流量分发和交易分配的过程中去，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在可能因为 AI 失业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失业的人。重新去找到方向啊，重新去就业，重新去挣到钱的一个方法。总结一下吧 ，AI 时代，商品经济依然是无可替代的。人们要为了享受更好的商品和服务，继续努力劳作啊，不可能说直接给你发钱，你就可以不干活了，这事是不行的。人们也要通过交易筛选出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让科技、商业和社会找到未来的方向啊！我一直觉得，交易这件事情才是推动整个社会前进的一个最核心的点啊！否则的话，我们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车？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电视呢？对吧？它就是这样的。那如果这个事儿让政府来决定，或者让某一个大公司来决定的话，那我们买到的车一定是最烂的车。
对吧？它没有竞争嘛。那么竞争的过程就是要把那个最好的挑出来，要告诉社会我们要向哪个方向发展。而在整个的这个过程中，谷歌现在已经验证了说 OK， 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啊，不是像 OpenAI 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广告的天塌了，搜索的天塌了，没有那回事啊，这条路还是走得通的啊。当然了，里头这些靠谷歌广告的这些网络广告商啊，他们的日子确实会难做一点点，但是这些人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哎，我再做一点什么样的新的内容，能够重新符合新的这种运作模式啊，这个才是啊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啊，就是谷歌为 AI 后时代指明了方向。好，看看大家在提什么样的问题吧。今天谈谷歌，对的。天哪，终于赶上一次直播了，这个你这个不容易，好久没看到你了。哎呀，你也跑步回来了，大家记得点赞啊。对，这个我也想去跑步啊，算了，这个叶公好龙一下就可以了。谷歌好样的啊，老范加油啊，这个大家都加油。点赞点赞啊，有空回看好吧，欢迎。怎么一觉醒来，谷歌也开始指明方向了啊？这个谷歌指明方向还好吧？现在看直播的人少啊，这个可能是主要掉了不少黑米粉啊，不要介意啊。有时候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啊，说对了，对吧？这个我现在这个广告的单价还是在上升的啊，但是这个广告单价上升呢，跟去年同期比也上升了，去年同期大概是6块多，今年同期涨到了7块多啊，这个确实是涨啊，但是呢，Q4是每年广告最贵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双11、黑五、双12，然后圣诞季啊，所以这个时候广告是最贵的。我12月份一定不能断更，一定要吭哧吭哧把它都更下去，啊，也这个不能浪费了这么高的广告费，1月份的广告费就下去了。这不变成了计算留存率的玩法了吗？哎，你说对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啊，在 AI 出来之前都在干这件事儿。就这个以前很多人嘲笑说，这个对吗？说我们整了一个美股七姐妹出来，把全世界的这个市值都放在他们身上了，而且呢，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在那儿，都在研究这个点击率的问题，都在研究转化率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这情况就是这样啊，事实如此啊，喜不喜欢都是这样。特别是对于那些做工业斯巴达的人来说，他们绝对无法想象，说，哎，凭什么这七家公司啊就可以握住全世界的命脉，对吧？他们七家的市值就可以超出其他人这么大一截啊，这个是其他人很难想象的。你以为他们造汽车，他们炼钢铁，他们干啥也不干，就干一件事，就是分配交易。孩子终于睡了，可以看直播了。哎呀，这个辛苦辛苦。成为 AI 圣人，这是什么？以后大模型不会在回复里念广告吧？不会的，它会润物细无声的，对吧？让你觉得这就是你自己想买的东西，因为它比你还了解你。前些天看抖音，不少人贬三星的三折叠，说华为的技术完胜，这事儿有什么说法吗？不知道啊，因为我对于三折叠这件事儿没有任何想法，我自己也不会去买折叠手机。原来有一段时间想买，然后后来就懒得动了啊，因为我自己其实用手机的机会很少，现在更多的是用平板、用电视了。GTP 定的 Plus 啊，对，我Plus 套餐的，一直在定。这个欢迎成为会员啊，我赶快去给你发小扳手。哎，我们的会员都是有小扳手的，广告基本不关注，但是广告呢，真的是
整个社会运营的一个底层逻辑，对吧？你可能很多东西也是看广告买的。如果你做什么服务和这种 to C 的东西的话，包括 to B 的东西，你也得做广告。而且用户每个时期的消费倾向性可能会有所区别，基于交互对用户的测试可能会比基于习惯的这个预测更精准。其实你想一个 AI 它还给你做这种长期记忆，那它比所有的这玩意儿全精准。以前大家最怕什么？拿 Gmail 给我推广告，然后呢，谷歌就在拼命的解释说我们从来不用 Gmail 推广告，但其实他们也用，只是呢，他不会把 Gmail 的内容传到他的这个训练服务器上，但是呢，他在进行广告推荐的时候，他还是会说，你收了一个什么邮件，我给你推什么广告吧，啊，他在前端把这事给你做完。我在谷歌投放了20-30万人民币啊，这个还有百度几万，Tom 投放了1-2万，搜狐5-6万，效果最好的还是谷歌。那个时候谷歌还没有退出中国啊，你下次试试 Facebook 啊，Meta 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我不知道以后投放广告如何展现在 Gemini 啊、ChatGPT、Grok 聊天界面里头。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去问他说我最近，呃，胃口不是很好，他就直接告诉你说你是不是吃点什么健胃消食片什么的，对吧？它是这样来展示的，它不是说我给你专门列一个广告。在搜索里头，包括在 Facebook 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要把广告跟内容或者跟交付的结果要区分开，对吧？这个专门要有一个广告2个字儿啊，要打一个标上去，而且还要专门有颜色，还要放在不同的地方。很多人原来嘲笑百度是什么？就是百度是把广告跟搜索结果排放在一起的，对吧？经常骗你。而谷歌说我的所有广告都是放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有标记的，对吧？包括你到 YouTube 里去看广告的地方，专门会有标记的，对吧？但是你在这个 AI 里头，它是没有标记，直接混在答案里就给你了，对吧？你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你看了一个广告，就直接把东西买了，啊，多爽！抖音上说山东电商给山东人发 AB 货，单独设山东仓，这种从商业角度合理吗？会存在吗？这我还没看到这个啊，我不太了解这件事情，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山东人怎么得罪谁了？这是啊，今天资讯密度大啊，这个要再回听个几次，这个也没有了。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呢，我其实是在做豆包手机那一期呢，我就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更细节的更小众的东西，可以在大众范围内去进行传播了，对吧？这才是 AI 真正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啊。那么，最近呢，又正好看到一些这个谷歌广告上升的一些分析，以及这个黑五的一些数据，然后我就做了这样一个视频。开市，哎，这开市就有点太夸张了啊！今天周末是不是得多聊会儿？没问题，你们有什么问题只管问啊。但是，我今天的状态也还好吧。来了点赞啊！谷歌依然是大爷。从另一个角度上看，谷歌的 ESG 文化依然有效。是的，它确实还是很强的，好多年了。是的 ，Tom 这个真的是暴露年龄了。刚出的《阿凡达3》来晚了啊！这个《阿凡达3》我准备，下礼拜再去看吧，礼拜1、礼拜2再去看吧，找个人少的时候。老范也要注意适量活动。我一50岁出头的同事，头天还活蹦乱跳，第2天心梗没挺过来，这个别吓唬我啊！这个我还是生命在于不动吧。正在做个人开发啊，成本开支最大的就是投广告了，第2大的应该是 AI 订阅费了啊，这个其实不是的，这块呢，这个广告投放绝对会超出你所有的这个成本啊，而且要超出很大一块。
像我们以前做游戏，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啊，做那个《弓箭传说》，开发成本可能2000万，然后写了1年多，然后开始投放1年，上亿美金就不见了，对吧？这个是，而且前面2000万是人民币啊，后边这个上亿的是美金，对吧？这个是，广告投放的成本会比你整个的研发成本，还有包括你的什么云计算、什么 AI 的 token 的成本都要高得多得多的。如果你发现你的 AI token 的成本太贵了，就说明什么？你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的这个点啊，那这个是你的商业变现的这个整个的闭环设计错了。有苹果直营店的地方，同时也看得到三星啊，但都是三星店，都是三星店铺里基本就没有人。苹果店里人山人海，墨尔本也啊，墨尔本也这样吗？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但是三星卖的手机是要比苹果多的，苹果的利润比三星高，但是三星总销量应该比苹果大。啊，我一直以为只有中国的三星店里是门可罗雀的，墨尔本不应该吧？这是为什么呢？谷歌的广告标记好像是跟欧盟打官司之后加的，哎呀，一直就有，一直就有。他们玩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收入不好的时候啊，压力大的时候，那个广告标记会显得不那么显眼啊。如果现在广告标记很显眼，就说明最近收入压力不大啊。这个是一个在 Facebook 的人跟我讲的故事啊。谷歌可能未必遵守这套东西，但是 Facebook 确实是遵守这套东西的。啊，现在不做广告好多年了啊，从谷歌退出中国就没再做网站啊，离开互联网了啊，好吧。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是不是今天就休息了？啊，今天的内容稍微少了一点点啊，这个前面好像讲了有半个小时啊，也差不太多了啊，因为这个前几周的这个直播，我都自己开讲就讲了，也快1个小时了啊，5、6个小时啊，40、50分钟了啊，所以今天呢就把前面讲的部分呢稍微压缩了一下啊，这个有内容我们就读啊，这个我想起来了，谷歌的广告标记是欧盟要求变得更显眼的啊，这个是可能的啊，这个是可能的。刚洗了碗啊，听了不到10分钟就要结束了，这个哎，这就没法讲了。腾讯也开始挖 AI 的人员了啊，明年大厂会混战吗？我觉得腾讯这件事儿我们还要看啊，这个不是说你挖了人就一定能做出来的，这个但是腾讯确实还比较有钱，看看吧，他们到底能做点什么吧，就是那个叫姚舜宇那哥们儿嘛。今天我还跟我老婆讨论呢，我说什么样文化程度的父母会给孩子起名叫姚舜宇呢？就是呢，你完全没读过书，彻底的文盲，你是起不出这种名字来的。但是我觉得你但凡读了大学的人呢，应该也不至于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对吧？这个你总会觉得是不是压不住啊？这个事儿啊，肯定还是识字啊，听了点评书，听了点故事啊，然后就觉得哎，这名字好，我就一定要叫这个了啊。那孩子就顶着这样的一个名字长起来。我觉得这小孩叫这样的名字的话，别的咱不知道啊，但是肯定从小长大的这个过程中，这个压力还是很大的啊。能够长成才，一定是有颗大心脏的。啊，这个感谢打赏啊，这个非常非常感谢。中国三星主要是当年 Note 4爆炸坏了招牌，后来就这个摆烂不做本地化了啊。这个他们后来是把整个三星的好多人都裁了，什么三星的那个研究院都裁了。因为我以前好多同事就是三星研究院裁员了、解散了以后，然后那个到盛大跟我当同事了。每天都去购物中心啊，不管是市中心还是市郊，三星都没人。大疆的顾客都比三星多很多，这个好吧，这个确实是很痛苦啊。对，最近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影石出来这个彻底的揭破了啊，说那个我现在很多东西造不出来了啊，因为我的供应商
拒绝给我供货啊，因为他们签了大疆的单子，然后不给我供货了。这件事儿呢，如果大疆要求他2选1啊，那这件事儿就大疆就违法了啊，属于违反反垄断法。但是如果大疆说我就掏钱，直接给你把货都吃干净了啊，让你把这个生产能力都没有了，这个事儿是合法的啊，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当年，雷军他们就是这么收拾这个罗永浩的啊。罗永浩做锤子手机的时候，很多的这个产品啊，很多的零配件都是直接被传统手机厂商直接包圆了啊，他就拿不到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人家买的多嘛，有定价权，而且买这些设备的啊，比如说高通芯片呀，什么这个谁家的屏幕啊，这些都不用小米自己出钱，都是有供应链金融的人替你出钱啊。他说我相信你能卖得掉，我替你出钱，把这货都压干净，然后让这个罗永浩买不到，那么这个事儿当年都干过啊。腾讯感觉就是凑个热闹啊，这个他反正现在确实来晚了很多吧。腾讯呢其实是有很多现金的啊，它现金多得一塌糊涂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不凑这个热闹也不太划算，对吧？还是凑一下呗。如果 AI 这一波真起来了，那国内就要看字节的了啊，因为现在的话，字节的营收和利润都是非常高的啊，字节的营收可能超不过京东，京东营收是很高的啊，接近京东，但是它的利润是绝对比京东高多了啊，它20%几的利润，非常非常吓人，腾讯都挣不出这么多钱来，而且在 AI 这一块里，字节又非常的强啊，所以腾讯呢还是要做一些防御的。所以你看，现在在国内呢，百度对不上谷歌这个位置，但是呢，字节有点对上谷歌的位置。腾讯呢，有点像美塔的位置啊，美塔就属于折腾了半天拉嘛，最后给折腾废了，然后只能花钱啊砸这个年轻人回来领军干活。那腾讯说，那扎克伯格能干，我也能干啊，对吧？只是这个马化腾大概不太会煲汤啊，但是也难说，广东人应该会煲汤哈。据说扎克伯格是亲自煲汤给这个出来挖人啊，说那个挖一个人回去，然后扎克伯格亲自给他煮汤喝。我没想明白这个犹太人到底煮什么汤啊，因为这个很奇怪啊，反正据说是他是干了这么个事情。这个是这个OpenAI 的那个叫麦克陈啊，他出来做访谈的时候讲的，说扎克伯格真的给人煮汤吃啊，很难以想象。腾讯对基础研发的业务啊，一向没什么热情。如果是基于产品需求的驱动的研发还行啊，但是腾讯现在的生态对 AI，都不是那么迫切，还是很迫切的。它也需要提高广告收益，提高广告效率，这个事儿是谁也跑不掉的。腾讯呢这几年真正砸钱砸的最多的其实是游戏啊，就是它游戏大量的研发都砸了。那最后它就是什么呗？就是哪天走网易那一步，网易就是突然到有一天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平台公司了，我就是游戏开发商和游戏发行商，我到腾讯去买流量去，我到这个字节去买流量去啊，他就想开了，或者我到Facebook，我到这个谷歌去买流量去啊，我就老老实实做游戏就完了。腾讯可能到最后会走到这一步啊，说我就老老实实做游戏，全世界的游戏我最大啊，这个所有大游戏公司我都是人股东，是吧？做出游戏来我就四处去给人发行，我去给人买流量去，啊，这个也可能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AI 自动支付，腾讯绕不过去 crypto 的趋势。crypto 呢，咱们就先不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但是 AI 最后肯定是能够自动支付的啊，这个不用担心。而且 AI 支付跟这个是不是上 crypto 是没关系的。AI 最大的一个场景就是把 APP 管道化，就看腾讯舍不舍得了啊。这个你看前面我们总怀疑说谷歌不舍得啊，他舍不得把他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广告网络干掉，对吧？舍不得把这个搜索广告放弃掉。人家最后说我想明白了，我第一性原理了，对吧？我直接实现目的就完了，我不要中间过程了。所以以后没有 APP 的事情，以后只有结果，对吧？然后我们需要围绕这个结果找到新的场景，啊，在新的场景里头再去贡献力量，
而不是要让传统的 APP 这些东西，或者传统的什么搜索广告啊，或者广告网络这些东西都不能束缚我们的手脚。起这种名字说明父母看的是地摊历史太多了啊，反正这个应该是在一定范围内吧。名字只是一个代号而已，很多人的名字起得很正义，但一点人事也不干。我觉得啊，这个名字呢还是会影响人的性格的。好像是原来是哪个故事，是《一千零一夜》还是哪儿的有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呃这个国王生了一个儿子，还是生了一个什么人啊，然后就起了个名字。然后呢，后来又生了第二个啊，这个就要给老大改名字，然后让两个人的名字呢，这个能够这个相匹配起来。后来是要再生第三个，再生第四个，就是每生一个呢，都要把前面所有人的名字都改一遍啊。那么最后一个生下来的小女儿呢，就是最善良的一个，因为她没改过名字嘛。然后前面的呢，都变得比较乖张恶毒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国内只有阿里巴巴参与，其他基本没有。腾讯躺平啊，这一轮美国完胜，不管是资金还是技术，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都秒杀啊，这个还真不是。国内的大模型呢，阿里巴巴算一个。阿里巴巴是这样，就是它做的东西很全啊，从0.6B 一直做到230B、235B，它全做了。然后包括什么音视频，包括这个什么多模态啊，也全做了，包括编程什么全做了。但是呢，阿里巴巴的问题在哪儿？就是它的这个产品化很烂啊，就没有做出产品化来。谷歌原来也没有做产品化啊，但是呢，后来说必须全上啊，就嘁哩喀嚓开始上去了啊。Gemini 3也确实是不负众望吧，也基本上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了啊，嘁哩喀嚓全上了。这个阿里巴巴现在还在思考怎么产品化的问题啊。今天还有一个照片出来被阿里巴巴辟谣了。这照片是什么呢？就是一堆人啊，穿着那个小马甲，马甲上写的是通义千问，然后呢，每个人举一大豆包啊，这个真的是2个巴掌举的那么大一豆包，然后大家在那吭哧吭哧在那啃，然后后边写的那个标题是那个通义千问誓师大会，我们要干掉豆包，对吧？阿里巴巴出来辟谣说这事儿假的，没有这事儿啊。这个你像豆包现在确实是很强，就是字节跳动这块确实很强，然后 Kimi 这个智谱啊，就是 GLM， 还有这个 Minimax 啊，这几家现在都还是很强的，就是他们已经都达到能用的状态了。百度我不知道啊，还有包括其他的我就没用过，不知道了。但是这几家基本上都可以用啊，而且现在呢，海外就是美国呢，除了这个御3家吧，或者叫御4家，就是谷歌、OpenAI 啊，这个 Anthropic 还有 XAI 这4家之外，剩下的所有创业公司都在拿着中国的模型去微调，对吧？这个因为咱们确实做的这块做的比较强，字节各种模型的迭代确实够快，对啊，1.6完了没有1.7，现在直接上1.8了。但我这几天事儿比较多，还没有去试1.8。百度这种毒瘤啊，过几年有可能倒闭或者被收购吧，最近是不在了啊，最好是不在了，这个就没法说了啊。这个现在反正还混得蛮开心的啊，只是最近做了一次大裁员而已。点赞啊，欢迎欢迎。胜负已定啊，这个距离胜负很远，真的很远。你想中国提供了这么多开源模型，其实什么人最喜欢你知道吗？最喜欢开源模型的是各国政府啊。你比如说吧，有一个国家啊，这个政府这个甭管德位正不正了，但是呢，肯定不希望有任何人去指责他。那这样的政府呢，他要做主权 AI。啊，那你敢不敢把这个自己的主权 AI 交给 OpenAI，交给微软，交给谷歌？很多人他不敢的。那怎么办呢？就只能拿中国的开源 AI 自己调啊，让这个 AI 能够说自己想听的话啊，能够监控整个的社会，这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中国的这套东西是很有市场的。AI 广告最近是真的有点热起来了啊，多了好一些公司。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怎么能够匹配小众的东西啊，这个千万不要想着我们用 AI 广告去置换原来的谷歌广告或者是这个Meta 广告去应对这种大众需求啊，那个不是 AI 该干的活 ，AI 该干的活就是非标品匹配啊。网易、腾讯在国内用户群体的口碑都不咋地，这个确实是差一点，但也还凑合吧，不是特别差。百度有个电动卡车的，好像要单独上市，这我还真不知道。百度是准备把它的算力芯片要单独拆出来上市，是叫什么芯片？昆仑芯片吧，准备上港股去上市去。YouTube 给我推送了卡车在澳洲的测试视频，啊，还有这故事呢？好吧，但我觉得澳洲可以去买这个比亚迪的大鲨鱼皮卡，这个事儿还是挺爽的啊。那东西在国内不卖，那个电动卡车还是全自动驾驶那种。百度的全自动驾驶我没做过啊，据说还可以。对，阿里的产品化是大厂里第二差的啊，第一是百度，感觉这公司整一个就玩政治啊，百度确实整个是玩政治的，阿里呢，这个就没法整啊，就还是要靠马云，就是老大才能决定是不是要违反组织啊，其他人是不能做这种决定的，那是这个这个是不孝啊。前几天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50买港股阿里巴巴，第二天就148了，现在连续每天都是145左右，暂时不参与了，这个稍微有点耐心吧。中国人的名字就是中国文化呈现，当然我不是迂腐啊，这是这么突然颠覆，毕竟还是要在国内生活的啊，这个我没看懂后边这部分是什么意思。看阿里巴巴走势，估计要回到130啊，这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个人对于这个炒股票是没什么兴趣的。但是我的这个科技基金的，这个科技股的基金最近也给我亏了好多钱，啊，那就耐心等呗。我觉得，一个是 Oracle 前面肯定是超跌了啊，今天啊，周受资宣布 TikTok 的协议落地，Oracle 直接涨了5%起跳了，对吧？我觉得前面这个超跌，甚至把整个 AI 板块都拉下来，绝对是在接人上车的感觉，对吧？那么另外一个，我觉得谷歌现在既然已经把 AI 的最后一个难题怎么赚钱，以及有了 AI 以后大家怎么过日子这件事解决了，那么 AI 继续向前跑，就不会有特别大的障碍啊，咱们就等着他们前进就好了。未来一定还是属于 AI 和科技股的。其实有舆论控制的国家比很多人想象中都多，主权 AI 需求确实很大，而且这儿有一个优势，很多国家的政府，可以直接跳过数字化，不用大搞基建，这些基建华为都替他们造了，像中东好多的那个云基地都是云计算中心都是阿里和华为给造的，对吧？那你想要去这个自己整一套东西去管理国民，然后去做维稳什么这事儿，那咱们可有经验了啊！你能把咱这套经验学明白了，这个他们就已经进步了。这两天锂矿股、铜银股票走势不错啊，固态电池用锂矿需求更高啊。我觉得现在贵金属这件事儿呢，还是有点妖怪，有点妖异啊。这个事儿到底是为什么不太清楚。最近的贵金属确实是涨疯了。按照中国速度，固态电池2027、2028就出来了，半固态、全固态。看吧，这个固态电池这件事儿，我觉得等哪天特斯拉说我用固态电池了啊，那固态电池就成熟了。如果特斯拉不用，然后别人在那儿瞎吵吵呢，你基本上可以把他这事儿当骗子。好，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们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准备休息了啊。然后跟大家预告一下
后边2天的更新吧。我看看上周更这个会员频道了吧？上周好像更了，对，上周更了，那这周就不更会员了。明天早晨没有节目啊，然后明天我会去录一期这个 TikTok 协议落地，我猜对了啊，但是未来的路可能更难走啊，这是明天准备去录，后天早上放的，这个就是这一周的一个周末安排了。然后海南封关这个事儿，其实原来讲过啊，就是讲那个 CPTPP 的时候讲过，然后现在因为18号嘛，就是昨天，实际上海南已经封关了啊，这个看看是不是有兴趣再跟大家讲吧。山姆刚跟亚马逊签协议啊，皮黄就说啊，没从 OpenAI 拿到1分钱啊，感觉资本圈也是各种风言风语这块儿，再看吧。现在据说 OpenAI 在寻求一轮$1000亿的融资，对吧？看看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啊？辛苦啊，老范辛苦，你们也辛苦，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啊，墨尔本时间已经0点10分了啊，这个还是要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好，大家早些休息，周末愉快。然后我看看这几天去把《阿凡达》看了。好，再见。